在我们开始这一台 GAC M Cool 的旅程之前啊，我们当然是要为它打满车油啦。这一台车是不需要打97的啊，可以打 RON 95，当然最低是 RON 91就已经是可以符合它的使用条件了。刚刚我们就把它打到跳枪了，过后打了一个85块钱。今天的油价是每公升2块05分，过后的油价会是1块9毛9啦。那刚刚我们打了41.47 L 进去，等一下我上车会把它的行车电脑归零，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台 GAC 的 M Cool 它的油耗表现是怎么样了啦。那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先把这台车开到 Johor Bahru 去 ，Let's go。今天我们来到 Johor Bahru 的 Desaru， 好像来野餐这样。今天来拍的这辆车呢，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台 GAC 的 M Cool。现在你们看到这个 video 的时候啊 ，M Cool 这台车的影片应该是已经 upload 上去 YouTube 了的，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台车。这里环境非常优美啦，然后我们在一棵树下吹风看海，就很适合这台车的使用场景。这辆车很适合小家庭，因为它是一个 5 seat 的 SUV 嘛。其实我觉得讲小家庭啊，这个家庭成员也可以是成年人了啦，因为它的乘坐空间表现是真的很好，不单只是前座，后座也很好坐。后座哦，哇，真的是很夸张的大。我们也坐过，也试过这样多的 C segment SUV 啊，在马来西亚市场啊，我可以讲这个 M Cool 啊，它的后座的腿部空间呢，应该是 C segment SUV 里面的王者了啦，是足够跟 CRV 去抗衡的。再来，除了它的这个腿部空间很大之外呢，椅背啊也有的放2 step， 所以我又在躺着，前面的腿部空间又很大，整个坐起来的那个座子真的是可以讲没有那么到 like a boss 啦 ，like a manager 差不多是有啦。整体的这个后座舒适体验确实是不错，确实是很舒服。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地台哦，是平的嘛，平整的地台，所以像刚才我讲的，你家庭成员已经是成年人了啦，后面坐3个人都没有问题，中间不会 kick 脚，所以我觉得这辆车它的后座表现是我目前 try 过，我印象中应该是最大的 C segment SUV 的，真的很夸张，真的是很舒服啦这辆车的后座。然后这辆车还有很多很好用的 features 啦，我们把这辆车从 KL 驾来新山，我一路是用它的 ACC 自动跟车，所以它的 ACC 我觉得是很有信心。然后整台车在驾驶方面、乘坐体验方面，它有一个 AVDC Adaptive Vehicle Dynamic Control， 当你在行驶的时候，你不会 feel 到它的。当你不会 feel 到它的时候，就是对了。因为啊，如果你有 feel 到那辆车很多颠簸啊、转弯会有 body roll 辛苦这样子啊，就是 AVDC 关掉了，所以你可以在荧幕上面把它开起来。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日本大厂 Mazda 的 GVC， 可是它比 GVC 更加进阶，它可以有3个档可以调节。所以我觉得广汽啊，它真的是在这个价位给到那么好料的配置，然后又有很好的空间感 ，interior 的这些设计啊，用料方面你摸到的、你看到的，确实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事情啊。很感谢 GAC 把这台车引进 Malaysia， 然后这台车在设计方面它也没有这样跟风。我们现在看到的啦，很多中国品牌也好，甚至欧美德系品牌也好，国产车也好，就很喜欢把那个设计变得很统一，好像现在的 smartphone 全部都长得一模一样。那这辆车它在外观方面 interior 方面就走出了自己独特的一个设计理念。好不好看这个东西是各花入各眼，可是我觉得它真的是勇于尝试做一些不是跟在人家后面走的一些事情。你们看到的那一部影片，所有画面都是我们的摄影师的功劳啊。除此之外，我们不要自己讲自己爽，我们也要给一下摄影师来讲一下这辆车的体验啊。你体验到这辆车，从我们拿车到今天已经1个礼拜多了，每天开这辆车出去吃饭，然后上上下下来到海边，然后我们还有去了一个很像 off road 的地方看牛。来讲一下这个车，你感觉怎么样？比较真实的lifestyle 的。其实我这辆车给我2个最大最直观的感觉，第一个就是它整个外观很分析咯，就是我一上车就好像可以 feel 到那种黑武士的感觉啦，就是不管是它的里面跟外面，它的设计其实我觉得算是在目前所有限售车款，尤其是 SUV 里面算是独具一格的这样的设计。因为其实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 SUV 越来越趋向同样化，越看越显，可是这一款车的话就给我蛮大的一个眼前一亮的感觉啦。然后还有第2个最直观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辆车很稳一下。这辆车我坐了一段时间啦，尤其是有一段路是我们走底沙路的海位嘛，那时候是Jermaine在驾
下车，因为 German 要割掉前面的车嘛。然后我没有注意到，其实它已经开到140，我觉得不夸张来讲，比我的 Myvi 60还稳。我没有记错是147，已经是接近150。然后我也没有觉得很快，因为这辆车很安静。我们那个不是要加快车，我们是要超车，所以那一瞬间快罢了啊。normal 是加差不多80-90嘛，然后突然间加速到140，其实是很稳，所以我不会觉得突然间好像你讲到一个重点，突然加速的时候呢，这辆车可以给到很好的动力表现啊，其实也是归功于它的这颗巨浪动力的引擎啊，177 PS， 270 Nm torque。如果你是 Johor 的朋友，或者你是全马各地哪里，你有来过我们 Johor Bahru 的 Desaru 的话啦，你就知道那条 highway 是很烂的，懂吗？它是 highway， 对啊，要还多钱的 highway， 可是它是一去一回，中间没有 barrier 的，所以你要割车的时候，你一定要有很好的动力，你才会有那个 confidence， 不然你割车啊，你会怕前面有车来，所以这台车它就有给到很好的 confidence， 它不是那种很大动力，你一踩整个哇贴着椅子没有，它又没有那种动力大到恶心的感觉，它是一个很稳的一个线性加速，所以我觉得这辆车它各方面都已经做到面面俱到了。这个世界上其实是没有最完美的车的，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车。这辆车适不适合你？你觉得这辆车它的空间感你喜不喜欢 ？Exterior、Interior Design 这种比较 Retro Futurism 的设计元素，你们喜不喜欢？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我们一起讨论啦。今天这个影片没有详细的介绍，我们的详细介绍影片已经过了，在我的 YouTube channel 可以看得到。今天这个只是刚好，现在我们来到一个环境很美、很舒服的一个地方，我们要结束今天的拍摄了，要回去了，所以拍一下记录一下工作的点点滴滴。这辆车我们也体验了长途的试驾啦，我们也有拿去走了一些非铺装路面啦，我们有把它开到上山下海，下海是没有啦，就海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辆车它性价比真的很高。我觉得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建议啦，你们大家可以去 showroom 看这辆车，体验一下、摸一下、试驾一下，感受一下是不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我一直都强调啦，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车的，绝对找不到完美的车，可是你肯定会找到一台适合自己的车。像我身后这一台 GAC 的 M Cool 适不适合你嘞？可以在影片下方打上来，我们一起讨论讨论。如果今天我是已经结婚了的话，可能会适合我啦，因为它的后座真的是很舒服，真的是像阿豪讲的这样子，成年人坐到后面都完全没有问题啊。不过你给我的话，可能我会选 M Zoom 吧。M Zoom 讲20多岁嘛，年轻人嘛，我要有那个有 VAF 的排气管，那个可能会比较适合我这种阶段，我这种年龄啦。开始很多蚊子来了，我们也要收队了。今天拍的影片花了很多我们的心思，还有很多时间，希望大家会喜欢。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过去看一下，不仅是 Rider ATH YouTube channel 有这个 M Cool 的影片 ，Ranger Man 的频道也会有这个 M Cool 的影片，可以点击影片左上角过去看一下，都会有我们抢先首发全马独家长途试驾体验。我们现在在拍摄的时候啊，后面这一辆啊，昨天刚刚注册全马路上唯一一台合法上路行驶的 GAC M Cool。那接下来还想看我们评什么车，都可以告诉我们啦。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Goodbye。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以为我忘记了？之前我有讲要拍这台车的油耗表现呢，现在我们就来看这台车的油耗表现是怎样啦。上一次我们把这台车的车油打到满过后呢，我们用了1个多礼拜，走了617公里，今天终于又要来打油了。可能你们会觉得啊，我走了614公里是走 highway， 然后一直 cruising 就会很省油，对不对？其实没有，我们走了很多不同的路况，有 highway， 有城市，有赛车，有一点小小的 off road， 有干崩路，所以我们是试了全方位各式各样的一种马来西亚真实路况啊。那我们总共花了14个小时多，走了614公里，也就是讲我们平均的 average speed 啊是40多 km/h 罢了，不是高速行驶。所以这辆车它现在做到的油耗可以讲是一个很真实的油耗。那我们在 meter 上面可以看到它的 average 油耗是 8.6 liter per 100公里啦。不过呢，那样子其实不是很准的，因为它是一个行车电脑的计算方式。我们现在把上次打满的油用到亮灯了过后，再把它打满回去，我们看这一次打回去有多少 liter， 然后我们再拿来除614公里，就知道这台车满缸的续航里程。这台车我们不是顺驾的，我们从来没有用它的 Eco Mode， 我们多数都是用 Comfortable Mode 或者 Sport Mode， 所以我们就是像普通的平时驾驶方式。现在跳枪了，再打多一点。现在这个车油是完全 100% 不能再进了。这个车油，这个车油呢是109块5毛，感觉上很多对吗？因为我们打了53.4 liter进去，所以今天这个真实自己买单的油耗测试呢，就先讲到这里。一台 SUV 啊，可以走600多公里才亮灯啊，我觉得是很厉害啊，这辆车。希望接下来还有更多机会做这样子的测试啦。你们还想看我测什么车的油耗，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言区打上来。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啊！小铃铛要嘟下去。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啦 ，Goodbye。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 rap,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